本愿归一，合力破三界。这些年来，是谁一直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帮我？白驹曾说过，魔气最为可怖之处是它会附于伤口上，渐渐侵蚀神力，必须要立即拔除，不然会动摇根本。可是，这偌大的九幽，他说的草药，我是一样都没见过。这灵芝长得这样大，看着比神界的年份都久。我瞧着八成有用。古地剑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往日在神界真是屈才了。得你在九幽相伴，以后我便无忧了。此乃九幽魔之，一若服食，轻则伤寒，重则昏迷。学成这般模样，往日我真是白教了你。这个时候，也不知道大家正在做什么。月迷那儿，定是请了说书的神君。今天说的是什么故事呢？也不知道我听没听过。古地剑，定是您的老十字兰花。我服下之后，不仅没有半点见好，反而昏昏沉沉了。想我，堂堂三界主神，栽在一株仙草上，岂不是会被人笑掉大牙？上古啊上古，你可千万不能睡着，这可是狼啊！你一定很累了吧？好好睡一觉吧。白云块儿，我这么努力，只为成为你相配之人。这1000年，你一定要一如往昔，对所有的女神君都要冷冷的。神界命你们看守九幽重地，你们竟然玩忽职守，该当何罪？哼，我当谁呀？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摆什么谱啊？放肆！
本君乃是司长下界4季的上神，再敢放肆，我可要上禀神界。得了吧，谁不知道你是被发配到这地界了？但凡被贬九幽看守之人，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去了。你有功夫在这跟我耍嘴皮子，还不如找个地方凉快待着去。上古，总有一日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回去，让你付出代价。谁啊？好强大的神力啊！那是古君神君，
他就是1000年前被上古真神选入朝圣殿的古君上神，果然风姿俊朗。如果这次天泽盛会我也能被选入朝圣殿修行就好了。就你这修炼怠惰的模样，还想进朝圣殿，就等下辈子吧。神君，昨日东海龙王亲自送来一对碧海珍珠，说是献与您1个月后的生辰礼。神君如今掌管朝圣殿，得至阳天启2殿真神宠爱，莫说是仙妖2界，就算是神界中人，又有哪个不想讨好您呢？就是，您现在是朝圣殿之主，您的寿宴自然要比月华府更盛大。胡闹！本君的寿宴，如何能与月迷上神相比？方才是谁打破了这尊赤河宝玉？不说。本君受神君谕令，掌管朝圣殿，殿中一花一木，皆是神君的珍品。你们知道本君的规矩，若互相包庇，胆敢不说，就给本君通通滚出神界！万神君息怒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有人打坏了神君的赤河宝玉，我正在管教他们。不过一块玉石罢了，训诫几句就可以了，又何必这般生气呢？朝圣殿乃3界第一尊贵之地，若是规矩不严明，岂不叫外人笑话？并非是什么大事，不过是一块玉嘛，既是师尊喜爱的，以后让他们小心点便是了。那是小殿下的心爱之物，我当然要严加管理。此事便罢了，都退下吧。多谢神君。无患，你动辄责罚神事，与朝圣殿名声无异。师尊走了之后，你性子可是急了不少。小殿下不在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心里心心念念，怎么把朝圣殿打理得妥妥当当，不让小殿下失望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你也别太苛责自己了。知道了。你不是受至阳神君的谕令下界巡视3界，怎么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回来了？神界有大喜事，我自然要通知他早些回来。也是。再过几日，便是月迷神君10万岁的寿宴，你也该回来为他庆祝寿宴了。是师尊要回来了。你说什么1个月前，下界山海频频异动，至阳神尊猜测，定是师尊混沌之力大成，将要重返神界，才会有此异动。不错，我与古君前去一看，下界4处结界皆有混沌之力溢出，神尊们均猜测上古真神不日便会回来了。无患，无患，你怎么了？哦，小殿下终于要回来了，我一时太过开心了。这些年辛苦你打理朝圣殿了，等师尊回来，我定助你好好修炼神力。上古多年未见，甚是想念。不行，你这句话写得太随意了，不够庄重。重写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这句话写得太寡淡了。上古怎么能体会到我们的殷殷期盼与挂念呢？你请你自己来。我怎么能行呢？来，坐。还是我们月迷上神，文采斐然，冠绝3代。也不知道那个傻丫头怎么能受得住九幽的寂寞的。好在他在九幽的日子，
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这次等他回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再让他离开了。护神之源，我一定要得到你。小殿下，这1000年来，你风餐露宿，受伤无数，不嫌累吗？我等实在不忍小殿下如此凄惨，不如您重返神界，我们俩相安无事。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护神之源乃3界至宝，亦会择主。何为战？何为杀？祖神创万物，难道是为了灭杀？何为因？何为果？生生不息，杀之无尽。以战之战，绝非善果。护神之源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混沌之力可生万物，亦可吞噬万物的奥秘。混沌之力大成，一念动山海，一念山海平。从今日起，3界在我脚下，万物在我掌中。混沌之力竟是这般光景！小殿下成功了！混沌之力，师尊终于修炼大成了！是啊，太好了！这样，师尊，师尊，这样，师尊，您真的不能进去啊！我家神尊还在沐浴呢。
这样师尊，这样师尊，这样是你这样不合礼数。1个时辰之前你说他在沐浴，我不相信他洗个澡洗这么久。让开，我要进去。何事？白绝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上古已经拿到护神之源了。知道了。他怎么表现得这么冷静啊？该不会比我还早知道吧？什么？说。这样神尊，那小殿下何时归来啊？下界混沌之力异动，上古明日便会返回神界。笑什么笑？魔尊，属下信不辱命。你做得很好。魔尊，咱们筹谋千年，牺牲了这么多族人的性命，才让混沌主神神力大成。今后发生的事，一定能如魔君所愿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血神与元神入了九幽，我可用做些什么？世人皆道，我魔族乃炼狱之地，想不到神界之人竟一个个前赴后继，有意思。听说雪莹嫉妒上古，还被白绝逐出了神界。不如我们帮他一把。元神离体本就损伤极大，师尊竟为了他以元神施法，难道不知道这样会毁了自己的真神本源吗？不错呀，丫头，1000年就练成了混沌之力，就是狼狈了点儿。托你的福，不然这1000年我也不会过得这么惨。哼，若不是本尊的手段，你又岂能这么快练成混沌之力？也是，你这份恩情，本殿下记在心中了。怎么？你要走了？我混沌之力已大成，你设的结界也已破碎，我该回神界了。1000年修成混沌之力，当年的祖神擎天也不过如此。你能1000年化神，是神界有你心心念念的人吧？我们4大真神情同手足，称兄道弟，你莫要说这些荒唐话。本尊可没说你心心念念的那位，是位真神。看在你被封印了这么多年，这么惨，我就不与你计较了。走了。丫头，保重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神界是不会为难魔族的。走了。神界之人向来如此愚蠢，只知道提防我这魔尊作祟，却从不知道3界之内最大的敌人叫天命。墨鱼，属下在。
这千年来，本尊已将神界之事从上古口中摸了个清楚。你即刻带着本尊的神力，到妖界的红血森林，将穷奇结界彻底给破了。记着，那血神已被本尊注入魔气，是你行事在神界的一枚绝佳的棋子。是。神界平静太久了，也是时候该热闹热闹。上古，千年未见，我先慎你。不行不行，显得本尊太不亲和。上古，冰块儿，本尊准备了1000年，绝不能让你先见到上古。你的神力怎会如此虚弱？与你无关。元神离体之兆，难道这些年你一直在修炼时损伤元神是常事，何须大惊小怪？别以为我会把这些告诉上古。想打苦情牌，临门。雪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凶兽穷奇破结界而出，让我进去，我要见至阳神尊。多谢雪鹰神君，赶快顶住结界！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上古怎么还没出来？回两位神尊，半个时辰前，上古神尊已经离开九幽了。
神君，不知为何穷奇来犯？穷奇一族不是被祖神禁在妖界大荒吗？此事定不简单。穷奇凶猛恐怖，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们必须守好界门，等待真神前来。穷奇双目不可失误，殊死列队进犯定有为首之人，只要将其首领诛杀，定会让穷奇大乱。竟敢逃离九幽，煽动穷奇一族擅闯神界，找死！
古君，恭迎师尊回归神界。恭迎上古神尊回归神界。千年不见，诸神可好？今日雪神行为英勇可嘉，只是本尊有一事不明：你本守在九幽，怎么会知道穷奇作乱的消息？回神尊，今日小殿下破结界而出，雪莹本想上前觐见，恰见一魔族鬼祟出了九幽结界，雪莹担心他心存歹心，便随其后，这才窥见了穷奇之祸。看来雪神流放了1000年，明白了许多道理。你今日的行为应该褒奖。雪莹不敢。1000年前我为情所困，犯下了重错，今日所为全都是为了赎罪。若神尊怜惜，请让雪莹重回神界，今后定不会再生事端。也罢，赏罚分明，方为神界正理。即日起，你便重掌4季，复之原职。多谢神尊。那日我在尸神花田中休息，突然被一群魔族偷袭，乌压压的剑雨朝我袭来，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打斗中，一魔将趁我被魔气击飞，想要偷袭我，幸亏我眼疾手快，抓住了一根树枝。正当我稳定身形的时候呢，树枝断了。断了？嗯。有没有受伤？奇怪的是，我被一股莫名的神力接住了。莫名的神力？不止如此，这1000年来，我耳边时常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上古，他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力量。我猜，是不是你们其中某一个人暗中来到九幽助我修行啊？那你觉得会是我们3人当中的谁呢？是你吧，白冰块。白娟，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让你得以脱险。是啊，上古，你和魔神在九幽外设的结界，纵使是我们3个也闯不进去啊。可我看到那个人的身影了。你看到白绝了？我不仅看到白绝了，还看到志阳、吴焕、古君、月迷。那想必是你对我们的思念之情吧？上古，这1000年在九幽，委屈你了。九幽虽苦，却实为我福地。若不是这1000年的苦修，怕是我的神力也难以大成。来，我们一起举杯，祝上古神力大成。怎么这些年没见，你的酒力大不如从前了？不胜酒力。冰块，你也真是扫兴，明知道上古快回来了，还把自己的元神弄伤。你把自己的元神弄伤了？无妨，修行太忙。上古，如今你已经练成了混沌神力，应尽快接管主神领域。你就是只在乎我能不能接管主神领域。白绝，你也太心急了，我们都等了万年了，不差这几日。上古，你就好好休养，修养好了再说。是啊，冰块，你要是不胜酒力，就早点回去歇着。本殿知道，下界神力溃散，你们期待本君已久了。我亦怜悯众生，那就随了白绝真神的心意。
半月之后，我就接管主神令域，让那日成为继往开来的一天。本尊还有事，告辞了。白绝，罢了，有他在也是冷着。还好我有2位兄长，今晚我们必须尽兴。尽兴，来，不醉不归。神尊，没事。还是咱们家无患铺的床最舒服，还有我最喜欢的神女香，今夜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小殿下，您在九幽吃了那么多苦，可要好好休息几日，让无患好好服侍您。哪有你辛苦啊？这帮神仙惯会捧高踩低的。当年我走的仓促，你资历又尚浅，这些年你执掌朝圣殿，没少被为难吧？无论多辛苦，无患都不觉得委屈。如今小殿下神力大成，即将接掌神位，咱们朝圣殿终于要成为名正言顺的第一殿了。什么第一殿不第一殿的，那都是我以前的虚话。你放心，既然我回来了，以后定会为你做主的。日后呢，你好好休息，潜心修炼。我瞧着你这神力啊，比目光和古君可是差上不少呢。殿下，可是觉得我神力低微，不配再给你掌管朝圣殿？傻瓜，你想什么呢？咱们神界一向以强者为尊，我瞧着近来进神的后生们，他们个个神力高强。你为我执掌朝圣殿，他们面上尊你，可是如果你的神力没有进步，长此以往，只怕是不能服众。除了月明和古君，就你跟我最亲近了。我希望呢，就算你以后离开朝圣殿了，你也可以成为执掌一界的神君。无患糊涂，小殿下如此器重无患，无患定当不辜负神尊所望。也罢，你今天忙了一天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无患这心性啊，以后还有的是磨练。可否帮我禀报师尊，雪鹰求见。白绝神尊早已不是你的师尊了。白绝神尊与我曾有师徒之谊，雪鹰重回神界，理应拜访。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夜已深，我家神尊早就休息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红日，神尊，神尊，雪鹰见过神尊。多年未见，神尊风采依旧。你既有本事重回神界，理应办好差事，绝不可再生事端。今后不必再来，本尊亦不想再瞧见你。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，不能硬闯！神尊，你可知道我付出多少的努力才重回神界？神尊，为何你还是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？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！算了吧，神尊。不管你做多少，神尊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你不是神尊心底的人，就别再做这些事了。你再这样，连我也看不起你。
星月女神可还满意？堂堂3届主神，竟亲自为我这小神君操办寿宴，这几万年没白活一场。这可是你的10万岁大寿，不大办一场，怕扫了你的兴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这种大场面、大做派了？这不是为了给你长脸吗？真好看，又精进了。是啊。恭祝星月女神生辰快乐。你们2人动作倒是不慢，这娃娃都要生出来了。当初若不是月迷神君替我2人求得恩典，我们2人也不能结为夫妻。多谢神君。你们2人情比金坚，我不过是成其好事罢了。今日是星月女神的大寿，大家不必拘谨，一定要尽情玩乐。我从九幽给你带了个生日礼物，等他们都走了，我再展示给你看。什么宝贝？我呀，准备了3天3夜呢。你的生辰礼物一定要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上古，多谢你为我操办寿宴，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无患，替主神和本君好好招呼客人。是，月迷伤神。走。好景色，不愧是神界第1桃源林。怎么，你要送我的礼物，就是这一方园林？若是呢？你送我的礼物，我自然非常欢喜，也十分喜欢。方才瞧见夜神和日神，倒让我想到当年普华在我这林子里办姻缘大会，仿佛还是昨日的事。没想到，这都过了1000年了，你可还记得？怎么突然想起姻缘大会了？是不是思君了？这普华去下界历劫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让他帮你签个10段8段的姻缘。我这辈子，估计是等不到红鸾星动的那天了。你才活了几万年，神寿无边。你说这个太早了些。那你呢？你的情愿呢？历练了1000年，可还将那个冰块放在心上？在他心中，可能3界众生远大于个人情感吧。与其吊死在他那棵树上，我不如放眼这世间的俊俏郎君。此话当真？当然不作真。这1000年来，我努力修炼，就是想要成为可以与他相配之人。但是我也不再想像以前一样，整日患得患失。上古，我拉你出来，是有一些话想说与你听。什么话让星月神君如此郑重？其实，你走这1000年，我很少在神界见到白绝。他只会出现在一些正经的场合，但每次见到他，总觉得他面色不好，像是身子虚弱。身子虚弱？你可还看到什么了？那倒没有。你也知道他的性子，向来不喜欢与人亲近，独来独往。我哪敢去打听啊？但是，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有古怪。这1000年来，我耳边时常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力量。本源归一，合力破3星。我猜，是不是你们其中某一个人暗中来到九幽助我修行啊？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让你得以妥协。他若以元神离体，入九幽助我，神力本源损耗自是极大。难道想什么呢？哎，上古，你入殿已有些时日，
若是过了今日这道考题，我便正式教你法术和天地法则。真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竟然对我用听心术，你无耻！嘴上恭敬，心里唾沫，便是有耻了吗？这是何物？风筝、拨浪鼓、走马灯，这是每个人儿时都玩的小玩意儿。哦，还有求婚毽子。对。本尊儿时可没有这么无聊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那风筝于你来说是个小玩意儿，于我来说不是。上古，这只风筝不是坏了吗？为什么又会有一只？小殿下，红日，快将这1000年来你家神尊发生的事情都细细讲给我听。好。上古，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呀！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十分重要的事？收拾他，以及娶她。娶她？你的意思是你要娶白绝？一般娶媳妇是不是要聘礼啊？是。娶一个寻常的仙君，尚需3媒6聘。他堂堂真神，那要迎娶他入朝圣殿，自是要把天下的奇珍异宝都要放到他面前，否则怎么对得起他对我的千年苦等啊？这离开神界1000年，性子倒是没变。奇怪，此处并无穷奇的气息，难道凶手已走？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。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啊！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过来瞧瞧啊！本店手艺超然。奔月的仙子，镇海的神龙是应有尽有。如果谁的木雕能够超过本店的手艺之一，本店愿以3倍的价格买断，绝不食言。仙子啊，你在咱们南海城已经喊了3日了，这城里的好东西都被你搜了走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位仙君，我这才赢了几件宝贝啊！这南海城是咱们仙界最有名的地界，我想这文物玩家们也不会不舍得几件木雕宝贝吧？好脆的嘴皮子！今日我带了家中祖传的木雕，家传可比得过你的？那可真贵。这宝贝好啊，这手艺看起来是不错，果然不错。为何诓我下界？哎，白冰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月迷说的穷奇之乱是假的。穷奇之乱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快当主神了吗？下界快活几天。你该不会也是找个借口下界游玩的吧？巧啊，咱俩在这种地界儿还能碰上，有缘分。不
不如一起游玩。胡闹，走。别动手。还不走？哎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就是啊，认不认识啊？那，各位仙君，1000年前我跟着他学艺，怎料对他动了真情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表白，于是我就把一整颗心全都扑在了他身上，结果他碍于种种，果断地推开了我。我遍体鳞伤，决定忘记他，云游千年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如今他后悔了，跑来找我，对我百般纠缠。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该不该原谅他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仙子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别理他。对，哎，可我看这位仙君对这位仙子还是有情有义的。我曾赌咒发誓，下了无数次狠心，决定不再与他和好。可是只要我一见到他，我心中的情愫就又被他勾了起来。这不，他喜欢木雕，我便想把这3件所有的文玩全都集起来送给他。你们说我怎么就被他吃得这么死死的呀？还是他太过分了，好好的感情不懂得珍惜，就这么错过，也太可惜了吧？就是啊，在一起吧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没想到堂堂的白绝真神也会有如此狼狈的一天。怎么样，被人误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滋味如此的难受，还有人愿意忍受1000年，你说这个人他活不活该？本尊并没有无情的将你推开，更没有对你百般纠缠。这是我新看的画本，你难道对号入座了？这是东荒的浮雕，这是青丘的根雕。上古，你马上就要接掌主神之位了，不可再这般闲散。闲散？1000年前有个人比我还要闲散，他时常神出鬼没，不知去向何方。这没有别人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他只是不喜热闹罢了。不喜热闹，不善与人亲近。那主神以为，那人应该如何行事？本殿下以为嘛？时光如你，让我情思绪牵引，温热掌心握紧，抬头时也吻过的流星，长长身影，朦胧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阴，如此行事便可。一生一默，总是心意。这麒麟像不像红日？像。不仅是这麒麟，这满屋子的根雕都送给你，你可愿成为本主神的人？你说什么？我曾经以为，比起你对我的感情，你更重视的是我的主神之位，以及我能不能担任起3界的责任。似乎你陪伴我的每一天，都是为了让我继承主神令域。上古，比如说，你为我打开神脉，是为了让我增长实力；封印魔尊玄一的功劳也归功于我；帮我收复凤族，收下古君，也是为了平息神界对主神的质疑；甚至你让我去九幽历练1000年，也是为了让我境界再进，以应对3界混沌之力溃散的危机。上古，你身为混沌主神，继任神位是天责，你晚上任1日，下界便会多1日的危险。我知道3界众生是我的职责，可我怕当了主神之后，你更难以说出你对我的心意。你会认为主神的职责为先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其实我心里只想要你平安就好。谁要听这些？刚才那套动作都还记得吧？遇见你，前方北极，等下一世晨曦，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以后里陪你去远行，情一座感应，靠近。今夜是七小节，外面应该挺热闹的。
要不要出去逛逛？被人来回拨动心弦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过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从前你不是最爱吃桃花酿吗？我在九幽食惯了山泉素果，早就不喜这些甜腻腻的东西了。走吧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可要给令妹买个最时兴的兔子灯。这位店家，你怎么做生意的？你应该说我二人极为登对，应该买一对鸳鸯灯才对。这位小仙子可莫要诓我了。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仙人，两位这一看就不像是一对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对了？离得这么远，可不像是一对登对的仙侣。我全买了。嘿，好好好。你喜欢哪个？本尊不喜这些。你不喜这些，那么你一定喜这个。这风筝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猜。这又是做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仙族男女将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写在花灯上，然后把花灯放到水里，然后诚心的向我们这些神明祈祷，给他们一世情缘，他们便能如愿。可普花还在轮回道里，写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再乱说，我就把你风筝扔水里了。这风筝怎么到你手里的？何止是风筝，不知道是谁把我心爱的玩具啊、写的书签啊，全都藏在自己的书房里，而且一藏就是1000年。你说这人为什么如此保存我的东西，还视若珍宝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，1000年前就想说了，在桃源林、瞭望山，我就想说了。白泉，我谁坏了本殿下的好事？小神参见小殿下。不知小殿下与白绝真神降临下界，有失远迎，接驾来迟。小神乃似水之身。我没找你出来啊。适才小神收到了小殿下的花灯，灯上面不是还写着那个住口！一定是我写的太快，没写清。这暗夜无光的，你也没看清对吧？水神要说什么？灯上要写着什么？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我还安排了好多好玩的。凶器！凶器来了！真有凶器祸乱。看来妖界大荒的封印已经破碎，凶器才会3番4次的出来作祟。目光和古君刚从大荒回来，怎么会又出变故？一切要等查明真相，自然清楚。你速去神界禀报至阳神尊，告诉他我与白绝在此镇压穷奇之乱，请天启和至阳神尊去查看妖界的封印，看看妖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是。你的身体尚未恢复，还是我来吧。不碍事，我们必须要将那穷奇困杀于此，若放走一指，仙界必有大灾。天界自然的混沌气息已然稀薄，不适于动用神力。若此时你我出手，这地方会变成废墟。那怎么办？记不记得我在瞭望山教你的剑招？你是说以古地剑的剑力？对，古地剑乃天地4大神器，再加上你的本源助力，想必古地剑上的混沌气息足以诛杀穷奇。好。
穷奇出现在下界，千真万确，小神亲眼所见。如今仙界南海城已是乱作一团，若非上古真神和白绝真神就在那处，怕是定会酿成大祸。白绝和上古一起去了仙族。天齐，上古真神命小神速速回到神界，禀告诸位神尊，请神尊务必彻查穷奇之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别愁没口脸了，这穷奇虽是上古凶兽，但是有上古和白绝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恐怕此事没有这么简单。你别忘了，上次穷奇来侵犯神界，全当是魔族作祟，可如今穷奇出现在下界，那一定是妖界出了问题。行了，本尊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？妖界本就是本尊的地界，若有谁敢在本尊头上作乱，本尊定会要他好看。我渡些神力给你。不必了，只是点旧伤，回神界几日便好。你这点神力，留着接掌主神令语吧。如今仙界有异动，我们得赶快回到神界。你还以为我像1000年前那般不中用吗？今天这一架真刀真枪打得真是痛快，比咱们在瞭望山时还要有默契。如今主神神力大涨，的确有3界之主的威风了。穷奇一族一直生活在被祖神封印的妖界大荒里，之前被魔族率领来到神界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不想今天又突破结界来到了此处。想必智阳和天启已经去妖界查探了，不必担心。我们先回到神界。上古，明日你便要接掌主神令语，到时候神界诸神和下界巨擘都会前来观礼，继承之礼会比较复杂。放心，前几日我便祭除了古礼，一定不会出岔子的。好。还有，主神令语蕴含着天地法则和混沌之力，你接掌之时一定要当心。我体内的混沌之力已与天地法则相融，主神令语伤不到我的。那就好。白绝真神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顺利的接掌主神之位，继承神界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嘱咐2句。要是喜欢你的女君在此，看见现在堂堂的白绝真神变成了一个碎嘴老太婆，你说他们会不会芳心另许啊？他们怎么想与我何干啊？我回去休息了，去吧。哦。等等，待你接掌了主神令语，可否与我去桃园里一聚？我有一种心事，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想在那告诉你。真神之约，上古定会赴约。神尊，您真的要……不用再说了，我意已决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咱们可以告诉智阳神尊和白绝神尊啊。智阳和白绝，他们的天命是造福众生，上古
和一碗生灵，你觉得他们会站在哪一边？什么？雪神刚利用完本君，便想翻脸不认人了吗？雪神不必惊慌，如今你也快堕魔，算起来，你我可算同族。一派胡言！我乃雪神，怎会是你魔族？是与不是，雪神有的是时间去想，但是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明日接掌大典，你便是魔尊之眼，我们已帮你重返神界，这点小小的要求，不过分吧？不坏，长老。多年未见长老，长老身体可好？一切尚好。长老请进。好。无患。如今无患可是风光了，和千年前在族中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哼，小人得志罢了。待凤凰涅槃归来，朝圣殿中哪里还有他的位置？是啊。无患，跟我更衣。无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见时候不早了，到处寻你寻不到，便来店里找你。无患说你不肯起，让我来唤你。殿下，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您应该起来梳洗，去界门迎接下界前来观礼的诸神。我是主神，接他们做甚？你去，你带我去。就算殿下不去界门迎接，你也该起身了。一会儿咱们朝圣殿的人都要下去乾坤台准备接掌仪式。殿下，殿里何人伺候您起床啊？我在九幽都学会了，你先去忙吧，再眯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那您可快点起身，顶多就一炷香的时间，晚了可不成了。睡过头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要当主神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在继承之日如此荒唐呢？我就是小气了一下而已。是，主神日理万机，理应小气片刻。你刚才说你到处找我，做什么？知天锦，我寻了几匹来给你做衣袍，等你成为主神后就能用上了。只有它才能配得上混沌主神。不周山天女万年才能织出一匹织天锦，你从哪儿寻的？听说整个神界还没有一件衣服是织天锦做的呢。早些年，我便知道总有一日你会继承主神之位，便为你备上了。早些年啊？很多年前，我看了一个小姑娘写的手札。有一个小姑娘天生神脉不通，但她心里比谁都想认真修行。她没有施恩救生的神力，却悄悄记下了这世间所有苦难的地方。她还在没有混沌之神能力的时候，便有了造福苍生的心。一路走来，她将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面。但我看
伤情和努力。他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比这世间任何人都明白。从那日起，我便相信，他一定能成为造福苍生万灵的混沌主神。也是这一天，我等了足足1000年。你换衣服吧，我陪你去乾坤台。